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局部与全局变量、内部与外部函数。本章中有的程序包含2个或多个函数，分别在各函数中定义变量。思考一个问题：在一个函数中定义的变量，在其他函数中能否被引用？在不同位置定义的变量，在什么范围内有效？这就是变量的作用域问题。每一个变量都有一个作用域问题。定义变量可能有3种情况：在函数的开头定义，在函数内的复合语句内定义，在函数的外部定义。在一个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只在本函数范围内有效。在复合语句内定义的变量，只在本复合语句范围内有效。在函数内部或复合语句内部定义的变量称为局部变量。形式参数也是局部变量，只在该函数内有效。通过下面3个例子，分析变量的作用范围。float f1 int a int bc。ABC 仅在此函数内有效。char f2 int x int y int ij xy ij 仅在此函数内有效。int main int mn return 0 mn 仅在此函数内有效。不同函数中可以使用同名的变量，它们代表不同的对象，互不干扰。例如，上面在 f1 中定义了变量 a 和 b， 如果在 main 函数中也定义变量 a 和 b， 它们在内存中占不同的单元，互不混淆。int main int ab ab 仅在此函数内有效。在一个函数内部，可以在复合语句中定义变量，这些变量只在本复合语句中有效。这种复合语句也称为分程序或程序块。例如 int ab 花括号 int c c 复为 a 加 b 花括号完花括号。在复合语句中定义变量 c， c 仅在此复合语句内有效，离开该复合语句，该变量就无效，系统会把它占用的内存单元释放。ab 在 main 函数中定义， ab 仅在 main 函数中有效。在函数内定义的变量是局部变量，而在函数之外定义的变量称为外部变量。外部变量是全局变量，也称全程变量。全局变量可以为本文件中其他函数所共用。有效范围为从定义变量的位置开始，到本原文件结束。例如 int p 赋值1 q 赋值5 float f1 int a int bc char cecr char f2 int x int y int main int mn p q c cr 定义在函数外部，均为全局变量，但它们的作用范围不同。在 main 函数和 f2 函数中可以使用全局变量 p q c cr， 但在 f1 函数中只能使用全局变量 p q， 不能使用 c1 和 cr。在一个函数中，既可以使用本函数中的局部变量，也可以使用有效的全局变量。设置全局变量的作用是增加了函数间数据联系的渠道。由于同一个文件中的所有函数都能引用全局变量的值，因此，如果在一个函数中改变了全局变量的值，就能影响到其他函数中全局变量的值，相当于各个函数间有直接的传递通道。由于函数的调用
只能带回一个函数返回值，因此有时可以利用全局变量来增加函数间的联系渠道，通过函数调用能得到一个以上的值。下面来看例 7.14， 有一个一位数组，内放10个学生成绩，写一个函数，当主函数调用此函数后，能求出平均分、最高分和最低分。解题思路：调用一个函数可以得到一个函数返回值，现在希望通过函数调用能得到3个结果，可以利用全局变量来达到此目的。程序如下 ：float max 赋值0 ，min 赋值0 ，float average float array int n。函数声明：通过 for 循环输入10个分数 ，ave 赋值 average score 10，调用函数 average 计算平均分，输出 max min ave 的值。average 函数定义如下：这里 max 赋值 min 赋值 array 0 ，for i 赋值1 i 小于 n i 加加，花括号 if array i 大于 max 赋值 array i， 找出最大值。else if array i 小于 min 赋值 array i， 找出最小值。计算总分，最后计算平均分，返回 AVER。如图所示，运行输入10个分数，最大值为100，最小值为59，平均分 84.2。程序分析如下：main 函数调用 average 函数时，把实参数组 score 的首元素地址和整数10传递给形参数组 array 和形参变量 n。函数 average 的值是 return 语句带回的 AVER 的值，在主函数中赋给变量 AVE， 这样在main函数中就得到了平均分，而最高分和最低分是通过全局变量 max 和 min 获得的。由于全局变量 max 和 min 是共用的，各函数都可以直接引用它们，也可以向它们赋值。average 函数把最高分和最低分存放在 max 和 min 中，在主函数中可以使用这2个变量的值，但是建议不在必要时不要使用全局变量。下面来看例 7.15， 若外部变量与局部变量同名，分析结果。int a 赋值3 b 赋值5 ab 是全局变量。int max int a int b int a 赋值8，输出 max ab 的值。max ab a 为局部变量 b 为全局变量。int max int a int b ab 为局部变量。int c 赋值 ab 中的较大数，返回 c。在main函数中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a， 值为8，在此函数内有效。在此范围内，全局变量 a 被局部变量 a 屏蔽，即全局变量 a 在此范围内不存在，而全局变量 b 在此范围内有效，值为5。max ab 函数调用相当于 max 8 5。在 int max int a int b 函数定义中 ，ab 为局部变量，仅在此函数内有效。程序运行结果最大值为8，不是5。下面介绍内部函数与外部函数。如果一个函数只能被本文件中其他函数所调用，它称为内部函数。在定义内部函数时，在函数名和函数类型的前面加 static 类型名、函数名（括号形参表）。内部函数又称静态函数，因为它是用 static 声明的。
通常把只能由本文件使用的函数和外部变量放在文件的开头，前面都冠以 static， 使之局部化，其他文件不能引用，提高了程序的可靠性。如果在定义函数时，在函数首部的最左端加关键字 extern， 则此函数是外部函数，可供其他文件调用。如函数首部可以为 extern int fun int a int b。如果在定义函数时省略 extern， 则默认为外部函数。下面来看例 7.20， 有一个字符串，内有若干个字符，经输入一个字符，要求程序将字符串中该字符删去，用外部函数实现。解题思路：分别定义3个函数用来输入字符串、删除字符、输出字符串。按题目要求，把以上3个函数分别放在3个文件中，main 函数在另一文件中。main 函数调用以上3个函数，实现题目的要求。用一个字符宿主 str 存放一个字符串，对 str 宿主中的字符逐个检查，如果不是指定要删除的字符，就仍将它存放在宿主中。见图示。file 1 int main extern void enter string extern void delete string extern void print string， 声明在本函数中将要调用的已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3个函数 char c str80 enter string str 调用外部函数，输入 c 的值 delete string strc 调用外部函数 print string str 调用外部函数。在 file 2中定义了 enter string， 用 get 输入字符串。在 file 3中定义了 delete string。 for i 赋值阶赋值0 stri 不等于斜线0 i 加加 if stri 不等于 ch str 阶加加赋值 stri， 最后 str 阶赋值斜线0。注意如何控制循环变量 i 和 j 的变化，以便使得被删除的字符不保留在原宿主中。由于 i 总是大于或等于 j， 因此最后保留下来的字符不会覆盖未被检测处理的字符。最后要将结束符斜线0也复制到被保留的字符后面。file 4定义 print string 函数，输出 str 宿主中的字符串。通过这个例子可知，使用 extern 声明就能够在本文件中调用在其他文件中定义的函数，或者说把该函数的作用域扩展到了本文件。extern 声明的形式就是在函数原型基础上加关键字 extern。好了，同学们，局部变量与全局变量、内部函数与外部函数，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